接着按这个地方 D D N D N。好，你看这个萤幕，第二部分在转，然后那个档位部分显示减号的时候，代表你除了可以这个减少缺芯 Ctrl 之外，你向上按久一点，它可以关闭哦。大家不知道吧？就是说你这个自动消除方向灯，当我们这个打方向灯之后，我们转弯的时候，它说前后轮会有个轮速差哦，所以他们之后会消除这个方向灯。或者说你行驶的时间比较久，比如说你行驶100公尺、200公尺，你方向灯没消除，它就直接帮你消除。大家好，我是奈生，今天骑着新签的 Forza 750出来小跑一下台七线，就是往那个北横的这一条。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啊，热就算了，还会下雨。好不容易呢，今天气象预报山区下雨几率比较低，天气好却也没那么热，我还出来溜一溜，看看绿色山林，让眼睛放松一下，吸收一下芬多精，恢复活力。那桃园附近呢，适合跑山的路线呢，基本上就2条，一条是往虎头山到林口方向，好处是林口有很多吃的，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往林口海边方向走。那另一条跑山路线呢，就是台七线，到三民之后，看是往台七乙去三峡，还是说台七线继续走，往脚板山或罗浮的方向。那三峡的话也是很多吃的，像海爷4号干面啊、金牛角面包啊，基本上有走这条路都会去吃，或是买带回家。那脚板山的话，则是很多山产店，香菇、青菜、西虾、火炬特色。那不管是走哪条路线呢，出来看看风景，吹吹风，吃点好料的，整天的心情就会开心起来。我们先来看一段 RV 跑山的画面，希望大家心情也会变好一点。
接下来顺便分享一下 Forza 750这台车的隐藏功能。那首先呢是 M 模式，右手把手按键有一个灰色的 A 斜线 M， 这就是你自排跟手排一个切换按键。切成手排模式之后呢，仪表上面的一个 D 会显示成 M， 那这时候都变自己换挡手排模式。那除非转速太低系统才会自动帮你降档，避免熄火。那至于拉转可以拉断油，那完全要自己去升档来控制。它换挡的时候感觉很像那个快排，只是用手来控制而已。现在已经是M 模式了。所以只要看这个灯号看它显示 D 还是 M， 那 M 的话就是 M 模式了。那跑山路我还是习惯把它切到手排模式，因为有时候爬坡或是下坡的时候，我需要用比较低的档位来控制或是锁定档位。那不管是用 Sport 或是用那个 Standard 模式或强制降档，有时候在时机上面跟自己的想法还是会有点落差，所以用手排模式最适合。那至于市区车多速度不快用 Standard 或是 Rain 模式都可以，顶多是透过强制降档或是升档来辅助就很够了。那另外看这个仪表转速的位置，一会是绿色，一会橘色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开启的 Eco Mode。当油门开度比较小的时候，会显示成绿色，代表你现在比较省油。你在催油或转速比较高的状态之下，它会显示成橘色。那切换模式之后我们有时候 Standard 切成Rain， 或者 Rain 切成 User， 或是切成那个 Sport 模式，刚切过去会出现一个闪烁状态。一直到回油之后，系统才真的跳过去变成新的模式。那 DCT 它的油道比较细，使用机油有特别规范。W 前面是0到10都可以，5W、10W、0W 都可以。那后面一定要是30，最高到30，不能太高。因为它油道特别细，你太粘稠的流过去散热的速度不够，有可能过热。那另外一定要有 MA 配方，因为它是湿式离合器。那另外油温还没上来之前因为粘度不同，有可能它换挡会笨笨的。那通常油温在75度以上它流动性就比较 OK 了，所以我们一般会看水温，水温跟它里面的油温比较接近，75度以上比较 OK。所以车刚开始骑的时候还没热的时候，我们建议慢慢骑或顺骑就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复兴乡的复兴桥，这边刚好有水流声，虫鸣鸟叫。那这是我们平常在走的新桥，那左边这边就是旧桥，这边后面就是复兴桥。那在新桥还没有盖好之前这个旧桥就是主要的一个交通干道。那因为新桥建好，它就不开放车辆通行只有给人走。然后那边就是新桥。那这是底下的河流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台车的隐藏功能。那第一个是切换这个自排模式跟手排模式。目前这个地方显示 D 代表是自排模式。它入档之后，它才能切成 M 跟 D 模式可以选择。
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切换这个Rain User Sport， 我们在切换都可以自由切换是没问题。可是当我们现在有吹油转速带上来之后，我们要换的时候它会在闪烁，它不会跳过去。回油之后它才会让你切换模式。当你没有回油的时候，它是会保持在闪烁状态，不会帮你做任何切换。有没有？都闪烁状态，回油的时候它才会让你完成这个模式切换。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它的一些隐藏操作、隐藏功能。首先呢，我们按这个模式切换，Sport Standard Rain 就是在这个地方操作，按 Mode 可以做切换，这没有问题。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说，按到这个 User 的地方，我们按久一点，可以进行细项操作。你看 P 在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 P 可以加大一点，减小一点。我们可以在这边做操作。按右边可以到 EB， 它这边有小显示一个 Level 跟一个 Cell， 就是可以左右切换，增加或减少。在这边可以做操作。这比较没问题。这边比较特殊有没有看到一个两个箭头向上写 Off， 代表你除了可以这个减少缺芯 Ctrl 之外，你向上按久一点，它可以关闭大家不知道吧？那什么时候可以做确认 ？Mode 按久一点，不闪了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好，那再就是我们这个按十字键，按右边推，按久一点，它会出现一个功能画面。Function， 我们现在看这个驾驶模式进去，向右推，它可以进去里面细项选单，再进去。那它这边 Ride Mode 的部分，它只能调这个 User Mode， 其他部分它是固定的。那你的这个 Power EB， D 缺芯 Ctrl 这边可以做细调。只是说你刚刚那个方式调比较方便，这个的话你还要进到里面去调，比较麻烦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先开1好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往右推久一点，因为它出现两个箭头嘛。问你是不是要 Reset？ 你按右键按久一点是 Yes Reset， 然后按左边的话就回到这边来。我们按 Reset 看看怎么样。Finish 已经完成了。回到这边来，代表它缺芯 Ctrl 变成是2段。好 ，Shift Point 的话来说，换挡时机我们没有用，因为我们是用这个DCT，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用。那如果是一般的打挡车的话，那就是出现一个闪灯，告诉你可以换挡了。那我们这没有用，你就不管它。好 ，Self Canceling Turn Signal 就是说你这个自动消除方向灯。我们进去看，On Off， 那我们是切在 On， 那它什么时候会做动呢？当我们这个打方向灯之后，我们转弯的时候，他说前后轮会有个轮速差，所以他们之后会消除这个方向灯，或者说你行驶的时间比较久，比如说你行驶100公尺、200公尺，你方向灯没消除，它就直接帮你消除你可能是忘记了。那 Triple A Auto Reset 是你 Triple A 可以直接 reset 掉，自动 reset， 然后这我没用过，不晓得，所以我先关闭。那 Eco Mode 就是你的这个转速表，转速那个条，当显示绿色代表你档位跟油门控制比较省油。那如果说正常来说你吹油的话，它可能显示成橘色的。OK， 然后 Display，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模式数位的这几种可以给你选。那我个人比较偏好是第2跟第4。好，那我就选第4。好，那看个人个人喜好。那这边可以选择亮度调整，那这边是自动，
自动的话，它就有光感应器去侦测你现在亮度，去调整它的萤幕亮或暗。Background 的话，我喜欢黑色，所以我这边选择黑色。但你可以选择是白底的也可以，好，选择白底的，白底的或是黑底的，这好像是铁灰色。那自动就是你可以白天黑夜你自己去侦测，然后看是要黑底还是白底，它自动侦测。那有个缺点哦，就是如果晚上的时候刚好你经过路灯照射，它以为是白天，它就变成白底，然后路灯过就变黑底，这边跳来跳去很烦，所以就干脆直接固定是黑底了。OK， 再来是你的最爱的资讯 ，favorite information。那这边是说我们的底下这个资讯列，有1、2、3、4可以选嘛？那我们可以做细条，说第一列要干嘛？好，那我这边是水温啊、平均油耗啊、电压啊等等，那这边都可以做细条切换更改。好，那这个是你消耗的油量哦。那这是平均油耗，这是你剩余油耗。好，那这边可以选择你的 total 里程啊。平均速度从上次到这边是已经跑了几公里了，那这边可以 reset。好 ，OK，user later 就是你可以帮它取名字啊。那我就直接 Forza 750，因为我觉得很懒。这个随便你哈。你最后好之后按 OK， 它就完成了。OK， 然后 General 是一般设定，你可以设定你的那个时间啊，你的日期，哦，这边可以做进阶去做调整。那今天是7月5号，哦，现在时间是11点28分，哦，这边可以做调整。那这边做什么用呢？因为我们可以做设定说下次保养的一个日期。好，这边可以做设定，所以它这边会有日期，跟一般只有时间不太一样的。好，单位这比较特殊，那有人喜欢用公里做单位，有人用迈做单位，看个人。那温度也是一样，你可以选择度 C 或度 F， 那因为不同国别的关系。那这边油耗设定可以显示说每公升跑几公里，或者是说每100公里消耗多少的油。这边都可以做一个设定，好，看个人。那语言，好，它有很多啊，有日语、英语，还有一些俄语啊、法语啊、德文啊、意大利文啊等等，就是没有中文哈，没关系，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。那result default 就是你回复到最原始的设定值，那我这边就不管它了。好，那蓝牙配对用的，这个我也没在用，我把它 reset 掉好了。好，没有用。好 ，service 这 maintain 的地方进去哈，它面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定期保养，可不见得会换油。哦，定期保养你可以自己设定里程跟下一次的时间。那这边是有个油，代表说你这个油的号码，代表说你要换油了啊，你要换油了，不光保养你还换油。那这边是我还剩下多少公里，它倒数的，大概还有280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要做换油保养了。然后日期是说到这个日期之后，就算你里程还没到，你要去做保养跟换油了。OK， 那 equipment 进去就是你可以有些选配，哦，你可以快排。那这一台车本身 DC 它没有快排，那针对像那个 CB1000R 或是一些打档车，他们可以选择快排啊。加装之后，它这边可以开启 on， 好，那这是加热手把，这台车可以选配加热手把，那我没有，所以这边是 off 的。那 fog 是雾灯啊，雾灯这台车应该是没办法装。不过有些车款他们是直接可以加装原厂雾灯，好，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 ，DTC， 那时候搞不清楚 DTC 什么意思，不是
DCT 吗？为什么 DTC 不是哦？他们说你现在的故障状况，它显示故障码。好，现在的那这边是没有，这台车是没问题的。有状况的时候，它显示在这边。那如果历史记录，它这边也不会显示。啊，这个是一些认证，好，认证各种认证，放在这个地方参考就好。OK， 那这边就讲结束了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个钥匙灯号，我们先把它关机看看哦。当你开电的时候，它这边感应你的钥匙，灯会亮。当你这个钥匙电力不够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底下这个资讯栏的地方，它显示一个钥匙跟一个电池的一个状况，就代表说你要换电池，我们接下来讲这台 Forza 750 DCT 它的一个重置设定 reset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 reset 之前，我们要先按住这个 D， 按住这个 D 之后按启动。启动的时候等它萤幕出来，你的 D 档先不要放，好，萤幕出来的时候你再放 D 档，接着按这个地方 D D N D N。好，你看这个萤幕 D 的部分再转，然后那个档位的部分显示减号的时候再启动。好，再启动，然后你等它萤幕这个转圈圈转完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已经完成这个档位校正，所以你要等它一下。好，出现 N 的时候代表你已经完成了。那完成之后呢，直接关，好，直接关电源。那刚刚有个重点是，我们在看这个仪表的时候。再开始做这reset的部分，你要有这个油温啊、水温啊，在75度以上，这样流动性比较好做这个动作。然后接下来启动，刚reset完启动，好，收测速进低档，吹油后稍微往前后移动一下 ，N 档，直接关电源熄火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欢迎各大业主、干爹干妈。哦，你们产品可以置入我，请直接和我联络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观看。喜欢的别忘记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一次见了，拜拜。